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我們要來深入拆解一個我認為對我們下一代非常關鍵的變革。台灣的校園霸凌防治正在從一條只講求懲罰的死路，轉向一條以療癒為目標的全新道路。OK， 那我們今天會怎麼來聊這個主題呢？首先，我們會從一個真實的悲劇開始，去感受為什麼這場改變是如此的刻不容緩。接着，我們會來看看舊的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常常走不下去。然後，我們會聚焦在這次變革的真正核心，一個全新的調核機制，而且我會用一個成功的真實案例，讓你看看它實際上是怎麼運作的。接下來這一部分，如果你正在聽，非常值得你筆記。我會幫各位精準拆解霸凌的4大法律定義，讓你清楚知道那條線到底在哪兒。最後，我們會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來聊聊這整個改變背後到底代表了什麼樣的哲學轉變。好，我們馬上開始。想要理解任何制度為什麼非改不可，我們就必須先去看看，在舊制度底下那些真實的人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因為所有的法律跟規定，最終都必須回到人的身上，對吧？就在去年5月，一位才15歲的國3女生，在長期承受了校園霸凌之後，選擇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她在生命的最後留下了這句話。這句話不只是一個年輕生命的吶喊，它的重量也成了推動整個制度往前走一個我們再也無法假裝沒看見的理由。你知道嗎？這整起悲劇，它不是1天2天的事，而是一場長達2年的慢性折磨。在這段時間裡，他不斷地被同學用打炮妹這種帶有極度性羞辱的詞彙來攻擊，然後在團體裡面被刻意孤立排擠。這就是最典型的關係霸凌加上言語霸凌，那種傷害是每天一點一點累積的，非常深層。在他留下的那32分鐘的錄音檔裡，他對家人表達了滿滿的愛，但對於那些傷害他的人，他沒有詛咒，他只留下一句：“你一定要改。”這句話的背後，其實就凸顯了舊制度一個巨大的失敗。它既無法讓做錯事的人真正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也沒辦法給受傷的人一個真正的終點跟修復。這個悲劇還有很多我們可能沒看到的案例，就像一面照妖鏡，直接照出了過去那套處理霸凌的法律框架，它是有着根本性缺陷的。很多時候，它不但沒解決問題，反而還製造了更多的問題。過去的做法是怎樣呢？一旦啟動程序，就好像直接把孩子們丟到一個小型的法庭上。這個所謂的正式調查，它的本質就是對抗。目標很簡單，分出誰對誰錯，然後給予懲罰。但你想想看，在過程中，雙方的家庭、老師甚至律師全都捲進來，孩子們被迫去搜證、去答辯，原本的同學關係被徹底撕裂。結果常常是衝突不但沒解決，反而越演越烈，對雙方都造成了很嚴重的心理壓力和2次傷害。甚至還有一種很頭痛的狀況，叫做一案兩查，就是學校這邊辛辛苦苦調查完了，家長不服，再上訴到教育局，整個流程全部重來一遍，耗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但孩子心裡的傷口卻從來沒有人去處理。所以，為了打破這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僵局，一個全新的選項就這樣誕生了。在2024年4月19號，新的法規正式上路，它帶來了我們今天的主角，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處理模式，叫做調核機制。那到底什麼是調核？簡單來說，它是一種專業的調解。但它的核心精神是在動用懲罰這把大刀之前，先提供一個可以好好溝通、可以療癒傷口的空間。這裡有2個關鍵字：第一，它是個選項，不是強制的；第二，它必須在雙方都自願的情況下才能啟動。你可以這樣想象，舊的調查就像一場外科手術。目標是切除病灶，但過程很痛苦，而且還會留下永久的疤痕。而新的調核呢，它更像是由專業的物理治療師帶着你做復健，
幫助已經拉傷的關係，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重建連結，恢復功能。它處理的是傷痛的本身，而不只是行為的對錯。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講了這麼多理論，不如我們直接來看一個真實的案例，這樣你會更清楚地感覺到調和這個機制在現實世界裡是怎麼運作的，又是怎麼帶來那種驚人的改變。好，這是一起發生在小學的真實案例。有2個6年級的學生，他們都有一些情緒上的狀況，衝突長達1年。學校當時走了舊的調查程序，最後的結論是霸凌不成立。但問題是，孩子之間的對立、家庭之間的猜忌完全沒有解決。後來，這個案子進入了新的調和程序。專業的調和員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急着讓他們見面吵架，而是先把他們分開，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讓兩邊都能好好的把自己的感受和委屈說出來。最關鍵的一步來了。調和員引導那個男孩，把他做錯的12件事情，一件一件的，用寫的、用畫的，甚至還用了注音符號，在一張紙上具體的表達了歉意。你看，這不是一句輕飄飄的對不起就沒了，而是對自己每一個行為的深刻反思。所以當雙方終於見面，男孩親口真誠的道歉時，那個女孩接受了。原本劍拔弩張的2個家庭，在那個瞬間終於都鬆了一口氣。事後，被霸凌學生的媽媽流着眼淚說了這句話。我覺得這句話真的道盡了一切。它讓我們明白，對很多深陷在衝突裡的家庭來說，他們要的從來就不只是懲罰對方而已。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一個能夠解決問題，讓孩子們可以好好繼續往前走的出口。而調和這個機制就提供了這樣一個他們過去可能想都不敢想的可能性。好，在了解了這個新的修復工具之後，接下來的內容我覺得會賦予你更清晰的判斷力。我們就來精準的拆解一下，在法律上到底要符合什麼樣的條件才算是真正的霸凌。根據台灣的法規，一個行為要構成霸凌，並不是你主觀感覺不舒服就算數哦，它必須同時滿足4個非常明確的法律要件，這4個標準缺一不可。我們一個一個來看。第一個要件叫做持續性，這意思就是說，霸凌通常是一種重複發生的行為模式，而不是一次性的偶發衝突。比方說，同學今天不小心撞到你，這不算，但如果他每天都在同一個走廊故意把你撞開，這就具備了持續性。不過，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外，就是網絡霸凌。就算你只在公開的社群媒體上發了一次攻擊性的內容，但你想想嘛，這則內容會被不斷的轉傳、瀏覽，它的傷害效應是持續在擴散的。所以在法律上，單次的網絡攻擊也會被認定是構成持續性的。第2個要件是故意性，意思很簡單，就是這個行為是你存心去做的。這背後的邏輯是，法律要看的是你是不是故意做出這個行為，而不一定是你是不是故意要造成某種特定的結果。舉個例子，你故意去散播同學的謠言，即使你事後辯稱說，我只是開個玩笑啊，我沒有想要他難過到轉學，但因為散播謠言這個行為本身是故意的，那就有可能滿足這個要件了。第3，你的行為必須符合法定的5種樣態其中之一。這5種樣態基本上涵蓋了大部分的霸凌行為，分別是用言語讓你覺得自己很低下的貶義言辭，刻意孤立你的社交排擠，一直煩你讓你不得安寧的騷擾，取難聽綽號之類的戲弄嘲笑，還有最直接的肢體暴力或脅迫。你的行為必須要能被歸類到這5種類型裡面才行。最後第4點，也是最終的檢驗標準，就是必須造成損傷。也就是說，這個行為必須對受害者造成了精神上、身體上或財產上的實際傷害，而且這個傷害已經嚴重到影響他正常的學習活動。例如，他因為被嘲笑而開始不敢去上學，或者因為被排擠而成績一落千丈，這就是損傷的具體體現。所以，持續性、故意性、
5種樣態造成損傷，這4個要件必須全部成立，才能在法律上被定義為霸凌。好啦，最後讓我們把鏡頭拉遠一點哦，從一個更宏觀的層次來看看這次的修法究竟代表了什麼樣更深層次的意義。我覺得這就是整個分析最核心的地方。這一次的變革，它不只是增加了一個 SOP 選項而已，它代表的是一種根本哲學上的轉變。過去我們面對霸凌，問的問題都是誰是犯人，他違反了哪條校規，應該給他記幾個過，這是一種印報式正義的思維。而現在新的制度引導我們去問完全不一樣的問題，在這場衝突裡面，有誰受傷了？他們各自的需求是什麼？誰有義務？以及我們該怎麼樣一起來修補這個傷害？這就是從印報走向修復式正義的體現。它的目標不再只是懲罰做錯事的行為，而是去修復破裂的關係，療癒彼此的創傷，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教育孩子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台灣的校園霸凌防治正在發生一場很關鍵的轉移，重心從單純的懲罰轉向了更具建設性和教育意義的修復。這個新的調和機制提供了一個在進入對抗式的調查之前，能夠優先療癒關係的重要選擇。而且我們也看到了，它在實際案例中已經展現了巨大的潛力。同時，清楚了解霸凌的4大法律要件：持續性、故意性、5種樣態跟損傷，能幫助我們每一個人更精準地去判斷情況。這個轉變最終指向一個更深層的思考，一個真正能讓每個孩子都感到安全的學習環境到底該是什麼樣子。而這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從觀念到行動一起來努力。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期見，拜拜。